12年就58.9度，所以代表着百乐门相当有诚意。他们是用初次桶对不对？那它直接拉到快60度，这代表什么？老子就是有钱的。老子有钱。对，在百乐门的21年，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柔顺、滑顺、圆润、丰富这4个经典的这个形容词。这么多个形容词放在一起，然后让它变成一支很平衡的酒，这有多难？足以可以代表苏格兰中高年份的威士忌。社长怎么从那边出来？是迷路哦。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百乐门酒厂邀请我去他们酒厂实习，很好哎。但是我发觉一件事情，他们酒厂的肌肉都很大。为什么要肌肉很大？他们是全手工装瓶，每一个都要自己推桶子，所以呢，我就去先健身一下。你看那照片，哇，我身材都那么好，是不是？每个都差不多，每个都大鸡鸡，对不对？对啊。所以呢，我决定先练好，再去百乐门酒厂实习。我相信你一定对百乐门酒厂非常有兴趣。有，对大鸡鸡好有兴趣哦。那我就带你回棚内，好好的告诉你百乐门酒厂厉害的地方。走，来，我来跟你介绍百乐门酒厂。你知道吗？现在目前苏格兰放眼望去，约莫有150间蒸馏厂，但至今仍坚持使用本地大麦，而且全手工装桶，全品项只用初次桶熟成的蒸馏厂，别无分号，只有这么一家百乐门酒厂。而且好险哦，它的产量只有38万公升，如此小量，不然你知道纯手工装瓶每个员工都离职了。每天在那边推桶子，但好险啊！其实也不用等员工离职啊，因为老板就换了6个。怎么会这样子？你知道百乐门酒厂其实他算命不好，但是最后算是坚持出一朵花来了。我来跟你讲，百乐门酒厂它成立于1989年，但因为当年威士忌的行业经济萧条了，一直到了1900年，百乐门酒厂才开始生产，但是开厂即闭厂，1900年开厂，同年闭厂，怎么会这样？但他到1911年跟1938年，他2度易手，等于是换老板。最后呢，在1983年又关了，那一直到了1993年，才由现在的知名装瓶厂品牌 Gordon & Marfil 于1993年把它买下来，而且至今到现在没有换过老板，所以它现在目前已经经营超过30年之久。但其实在1993年由 Gordon & Marfil 它买下来之后呢，它短短5年间，它并没有开始马上营业，而是重新安装了他们的糖化槽跟蒸馏设备。但是呢，它还是保留当年4座的磨麦机以及木质发酵槽，才在1998年的时候由查尔斯王子正式揭幕。一直到了2004年的时候才正式装瓶至今，2000年才开始对，那也没有很久。它其实从1998年开厂，一直到了2004年装瓶，其实算差不多，因为橡木桶熟成3年就可以装瓶，合理嘛 ？Gordon & Marfil 好像很有名气，对不对？我跟你讲，你问到关键点了。Gordon & Marfil 它其实是苏格兰最大，而且同时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独立装瓶厂品牌。而且它拥有来自于100多家酒厂的原酒，丰富的库存这么厉害！其实它不止如此，它不是跟所有的酒厂买现成的橡木桶而已它是收购 New Make 装入自己的橡木桶。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有喝到 Gordon & Marfil 的 Malak？ 对啦，它就是买其他酒厂的 New Make， 而且呢，他还会亲自将自家的橡木桶送到各家酒厂去熟成，可以这样子我买你的 New Make 来我家的橡木桶熟成，我再把我买的橡木桶送到你家去熟成，随时掌控熟成状态。所以有没有感觉起来 ，Gordon & Marfil 很像苏格兰的土皇帝？我觉得它听起来很大胃。我放在你家，你放在我家都可以。而且为什么呢？因为威士忌的风味有70%来自于橡木桶，所以呢，我就自己掌控橡木桶的资源，我监控熟成状况。反正我没有酒厂嘛，孩子你来生，生出来的时候我来养。我不相信基因啦，但是我相信
后天努力，太霸气了，这就是 Golden and Mafia 厉害的地方。这样可以多生好多个孩子。但回过头来呢，苏格兰最知名的装瓶厂品牌买下这个百乐门酒厂，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酒？到底为什么要买酒厂呢？他说一句话：我 Golden and Mafia 我要做出最传统、最老派的威士忌。哦，就他们吗？对，就是他们。所以今天我就要讲百乐门的6大重点，我就要代表Golden and Mafia 来说说看看。你确定可以代表他？对，我要代表他来说百乐门为什么可以做出最传统的威士忌。好，它其实有6大重点。第一，它只用本地大麦。本地是施杯赛吗？苏格兰高地、低地、爱雷随便，只要苏格兰都行。我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随便都可以。对啊，我的那个视野怎么那么狭隘？对啊，而且他不惜坚持使用当地种植的大麦，只是为了什么？传统嘛。不惜的意思是当地大麦特别贵了、哦，一定是。肯定贵，你可以跟澳洲盛产大麦啊，对不对？但运费很贵。当然啊，而且呢，它的麦芽只选用约10到12 ppm 中度的泥煤烘烤大麦，所以有一点烟熏味，一点点，但是能不能感受出来？待会我们喝给你们看。而且为了赋予百乐门一种独特而鲜明的风格，我的大麦一定都是中度泥煤大麦，维持传统。那第二呢？刚刚我是不是有讲到？他们用的是木质发酵槽，他们现在目前有13座的发酵槽都是木质发酵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员工不想去洗发酵槽。哦，木头的不用洗啊。你要留有它那个原本的发酵槽的一个滋味啊。上面的那个菌不可以把它洗掉。对，但其实是要洗，还是不要把人家讲的这么懒惰好吗？还是偶尔要洗一下，但是这个不锈钢是要天天洗了，好不好？因为毕竟它纯手工嘛，而且它其中呢1到4号是苏格兰落叶松发酵槽，5到13号为欧洲落叶松发酵槽，就是材质的不同，但容量大概是介于7500公升到11000公升不等，而且它的发酵时间呢是长时间发酵，大概在3到5天的时间，所以5天大概是多少个小时？120个小时。那长时间发酵呢，会使百乐门的酒体会更为丰富而且复杂，而且能够散发出更多的花果香气。你有没有发觉它在每一个环节都很特别？对啊，这真的很长因为我记得一般的话，通常好像48个小时就可以了，差不多48到72小时左右。对啊，120个小时也太长。那第三呢，它用的是2种酵母，这一点非常非常特别哦。为什么？百乐门酒厂它采用2种不同的酵母，他们的这个使用的酒厂大多都会使用蒸馏酵母来生产酒精，只用1种。对，这是大多数的蒸馏厂，但是他们同时也使用了啤酒酵母，这是为了要增添更多的风味，要让这个百乐门酒厂的威士忌的酒体更加的饱满跟丰富。听起来好好喝哦。用2种酵母在苏格兰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正常来讲就是用1种，我们叫商业酵母，它就是要快速的可以产酒精出来。第4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想了解的蒸馏器。威士忌我们大家都想看蒸馏器嘛，百乐门跟别人一样，都是一对蒸馏器。废话。那话说呢，他们是手工蒸馏厂，所以他们的蒸馏器也使用人工去设定，没有机器，也就是代表什么呢？今天酒液蒸馏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凭感觉，差不多了，可以移到酒心了，开始流到一半的时候，差不多了。就移到酒尾收集槽，他们凭的是一种感觉。万一突然想要打个哈欠，然后就少了2秒钟，不行，就是特色吗？但上面开玩笑的，我们的那个酒头、酒心、酒尾看的是滴出来的泡泡。你去高粱酒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泡泡，它就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是酒头，这个是酒心，这个差不多是酒尾。所以他们就是用移动的方式移。靠他们传统的专业度。对，因为他们是纯手工嘛，所以这就真的是人力在那边看着。那刚刚有讲到说他们是一对蒸馏器嘛，他们的初馏是7500公升，二馏就是精馏是5000公升，酒心的截取约落在61度到72度之间。5000公升很小哦，很小吗？多大的概念？问你一定知道，而且全公司
都没有你熟。真的吗？它是什么？我告诉你，南投蒸馏厂就是5000公升，它有4个蒸馏器，所以你去了南投蒸馏厂，看到了中间那2只，它就是5000公升的蒸馏器，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的年产量呢只有38万公升，很小哎，比10倍还小，对不对？10倍的话是60万，你为什么不比那个麦卡伦，不比格兰菲迪？他们是2000万公升的，当然是拿我知道最小的那个酒厂来比啊。还有更小的啊。谁？旗后门，它一年就20万公升纯酒精啊。所以说，百乐门蒸馏厂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型的酒厂，所以他们才可以用纯手工。也是。那第5呢？刚刚没有说到，他们全部都用首次装填桶，对不对？哦，这个超厉害。只用初次装填的橡木桶，代表老子有钱嘛？我不用2次、3次，我都用初次，而且无论是雪莉桶或者是波本桶，都是使用初次充填的橡木桶，听起来就觉得味道很饱满哎。我跟你讲，这对威士忌的风味产生很大的影响。Foster Field 的这橡木桶桶陈的效果最为强烈，而且能够赋予威士忌最丰富、最浓郁，而且最直接的风味。最后熟成关键了。目前百乐门有7间仓库，其中6间都是传统的平铺式仓库，就是属于比较低矮，窗户较小，对流较少，温度变化小，而且只能叠3层，坪效较差，但是它却可以什么缓慢熟成。而且目前百乐门橡木桶有将近2万颗的库存，也因为是纯手工装桶了，所以它每周大概也只能装28个雪莉桶，也太少了吧？然后如果是波本桶的话，可以装68个波本桶。这产量很稀少哎。对，你在之前应该有我们在我们的影片当中有看到很多平铺式的这个酒窖，它的这个熟成状况非常非常好。记不记得格兰花格其实也是平铺式酒窖，都是一样的。小红门。对，它就是因为它想要让它熟成更加的圆润，所以它宁可选用这种坪效差，然后窗户小。门小，门多小呢？小到它只能爬进去，因为它们每个都很壮，对不对？像我们头还不会撞到上面的梁柱。对，因为我们矮。介绍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不是对于百乐门酒厂开始产生兴趣？有，好想喝哦。讲到现在，你的嘴巴是不是开始分泌口水？有，我也是一样，我开始分泌口水了，因为我讲到口干舌燥了。现在在我们眼前就是我们前面的6款酒。今天呢，我们要喝的是12年、15年跟21年。百乐门它现在就是有出3个系列，有 Core Range 核心系列，然后还有对比系列。是，那我们就先喝这一款 Core Range 的这个12年，这是原酒58.9，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跟我讲它是核心系列，不用怀疑了啦，就直接喝就对了啦。那12年就58.9度，所以代表着百乐门相当有诚意。他们是用初次桶对啊，而且正常一般的这个我们讲 Corange 系列12年，他们的核心酒款都是落在40度或43度或46度，对不对？那它直接拉到快60度，这代表什么？老子就是有钱，老子有钱。对，来深色的酒意，它扑鼻而来，其实刚刚有讲过，说是10到12的这个中度泥煤麦芽，在闻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轻轻的泥煤味了。好厉害，我闻不出来。我觉得你刚刚那句话有点在质疑我的鼻子。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是神之舌，我是神之鼻。果然是知己知彼，尤拉找到破绽了。它还是有一丝丝的烟熏味啦，它比较偏向于熟苹果的感觉，有那种苹果的香甜感，陈皮啊、生姜，活泼一点的调性。它的这个上层是有点橘子皮的感觉，一是属于比较明亮的橘子皮，然后混合一点那种奶油奶奶的感觉。它比较偏向于这个熟果系的系列，来喝喝看哈。你好厉害哦！这么高酒精浓度，你可以直接用漱的。而我每支酒都是可以漱口，我在喝每一支酒都是用心去体会，然后慢慢的去咀嚼它的风味。我不像很多人，你的直接喝一口，然后就直接开始拼音笔记就写了那个2000个字。没有，不用喝就可以写，好吧？是谁下笔如有神，介于有喝跟没喝之间的品饮笔记。所以这个酒体是属于油脂丰厚。对啊，它酒精浓度那么高，
然后在它的嘴巴里面那个层次感是多变的。我有咀嚼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清香奶油的味道在里面，然后有一点奶油吐司、蜜糖吐司在你的嘴巴里面去缭绕着。然后呢，余韵悠长，舌头的下端、喉头这边。但它并没有酒精刺激感去刺激到你的头，所以它是属于比较深沉在你的内心里面，然后一直往下。是觉得它给我感觉就是明亮，然后开心的，陈皮的味道很明显，所以会觉得带给人一种就是很愉悦的感觉。它既然是出的是原酒，它就希望你能够去体会它原酒的风味，因为它在酒标上面已经清楚的很写明了是原酒。不过我认为一般的消费者应该是可以加一点点水。这款台湾限定款就是为了符合台湾喜欢加冰搭餐的文化设计的。3滴就够了，来。哇，一定要加水，香气整个都绽放开来了，变成一朵太阳花。然后它这个香气整个是喷发出来，非常非常的好闻，而且非常非常柔和，非常非常柔顺。它把它那个含苞待放的这个花朵，整个把它打开了，香气直接扑鼻而来。再来口感试试看，加水以后，我觉得加水之后，连口感都甜度都增加了。加水的表现，坦白讲，加2分，这是我认为消费大众可以加2分。但对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原酒。各位如果有持续看我的频道，就应该很清楚一件事情，我的舌头异于常人，所以我比较喜欢喝原汁原味。加水的表现，其实你们会更容易接受，是因为我站在观众朋友的立场去想，但是原酒我更喜欢。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它加水以后呢，它的油脂感并没有散掉，一样很紧密、很扎实的结合在里面，更加的绵密，在你的舌头上面去游走。它的余韵也是维持一样非常悠长，而且它余韵回给你的是比较厚重的巧克力，而且大概是80%的黑巧克力。那余韵大概就在喉头这边。再来就是我们喝我们的15年43度 ，OK 的可以接受。如果它吓死我了！如果他一路都给我走50度的路线的话，对不对？我当场死给你看。这一款酒，百乐门15年43度，看看它跟12年差异有没有差异很大？废话，由拉原酒下度胆大到连社长的废话都敢呛了。酒精浓度又差那么多了。这个从这个天堂直接拉到凡间来，对不对？它的香气开始慢慢是属于比较平顺、优雅系列的，还蛮舒服的而且它有很棒的一个蜜糖，然后太妃糖的感觉，甜感比较多，很温柔的甜美感，水果糖啊、水果干的感觉。对，然后一直走到了这个我们以前有个圆圆的像足球一样那种糖果，还15年。啊，我喜欢它的油脂感。它嘴巴里面有那种烘烤吐司的感觉，然后呢，它的巧克力感直接在嘴巴里面就出现了，淡淡的一些咖啡感。油脂是属于扎实绵密，口感是属于丰富的，它完全没有那种消散的感觉。我们的12年它是更集中、更托高，怎么样？我刚刚在卖内衣啊，你是怎样？我准备要接这个15年呢，它一样是集中绵密，但是它较有粘性。然后它嘴巴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香草奶油的波本感，所以它的在嘴巴里面它是有层次感在里面波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的口感厉害。我觉得它的尾韵好像也是巧克力，没有到80%那么苦。它的那个尾韵比较偏向于水果感。我们从12年喝到15年，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这个百乐门的这个威士忌当中，它的水果、甜度、花香都在这个酒款里面去呈现，所以它的那个层次是不是非常多元？对不对？基本上你可以找到所有橡木桶赋予它所有的风格跟元素。都在这个酒里面去呈现出来，所以其实百乐门酒厂对我来讲啊，我以前一直是很喜欢这个酒厂，因为我对于百乐门酒厂所出来这种小批次的风格，我在试的时候基本上长期以来我都不打枪，只是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把它全系列喝过，然后去比较，才知道说啊，原来其实它每一个酒款。它都有层次多元，原来初次桶是这种感觉是这个样子。喝到初次桶就是很幸福的感觉，而且真的蛮直接的。我要坦白讲你们都以为初次雪莉桶是非常强烈，你们以为原酒是强烈，你们以为15年是强烈的，我个人观点是不强烈，层次丰富，然后就是又很温柔圆滑。没错。好，
这是我们15年一样喜欢。推荐给各位。再来就是我们喝的是21年的酒款，对不对？哇，重头戏来了！ 21我今天最想喝的就21年。各位看一下，21年的话相当有诚意哦，43度。我们每次在喝酒的时候，在应酬场合的时候，都会问他说：“哎，酒量好不好？酒量好不好？对不对？哇，可以来。”然后第一支拿出来就是60度，就吓退所有人。当吓退所有人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喝都喝43度。我是没想到你会用这种奥布啦。看到它后面是43度，然后再来21年是43度的时候，坦白讲我们都放宽心了。哇，好期待哦！坦白讲，我也很期待21年。21年直接的给我的感受就是比较深沉，然后内敛，然后它的这个姜感比较突出一点点，然后深色果实，但它的这个雪莉桶调性的乌梅李子是属于比较偏轻的乌梅李子。然后呢，我认为它整体还是偏向于蜜饯感，淡淡的蜜饯感，闻起来就会觉得甜甜的。百乐门甜感这么重，在台湾应该很畅销吧？这一款酒的甜感真的很重可是好像还蛮多人都没有喝过百乐门这支酒，所以必须得透过我们频道来推荐给各位。因为它本来好像产量就不多。我觉得因为它产量少，所以如果懂门道的人一定都是喝百乐门。因为百乐门坦白讲的话，我刚刚在喝的整个系列当中，它给我的这个感受，橡木桶所赋予的风味在里面都有堆叠的层次出现，一点一点的绽放出来。而且百乐门威士忌是耐喝的酒款，而且非常的细致。在21年当中的话，香气是属于比较细致型，然后它细致是说它的这个生姜、蜜饯、乌梅、李子在里面都有绽放出来，但是都是一点一点的绽放出来，它不是直接开出一朵喇叭花给你，你要仔细的去找它。然后21年最重要的是什么？口感要喝喝看。它的口感真的好细哦，你可以感觉你的舌头上面那个酒很细致的那些风味，慢慢的攀延上去。我希望你以后在我们的频道当中，怎么不要在我面前讲细这个字。为什么？有人讲过你细吗？从来没有人讲过我细。那你在敏感什么？好了，不要开玩笑了。我觉得嘴巴里面它给你的那个感受，橡木桶所带来的感受是比较偏向于黑胡椒感。然后呢，它的油脂也是属于中上扎实型的。百乐门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它是雪莉桶跟波本桶香气口感在里面互相交错，就是波本桶带予你的奶油香草的风味，然后呢，雪莉桶带给你的乌梅、李子、蜜饯的风味，在你的嘴巴里面去持续交错着出来，而且不断的一直告诉你，我是奶油，我不是奶油，我其实是李子，但是我其实不是李子，我是香草。它一直不断的在交错着告诉你，所以21年不错不错，厉害厉害，感受它的余韵啊。好喜欢哦！我只要一喝下去，我嘴巴就开始这样子微笑起来，余韵从喉头走到鼻腔这边来。而且各位，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我们都讲说酒越老会越沉，越老会越内敛。我跟你讲我现在一路喝下来，它是属于越老越奔放。从12年它是沉稳内敛，到了15年的时候，它开始比较中庸跳脱出来的感觉。到了21年，它是完全绽放出一朵喇叭花，完完全全的在21年，它把每个调性、每个风格完完全全的绽放出来，越老越年轻，有点像是年轻的大叔。我觉得好像最近喝了很多那种高年份的酒款都这样。就是你一喝了，你不讲的话，完全不晓得它原来就是已经18、20几年，然后就会觉得哇，好下课哦。但是因为它真的就是好柔顺，好好喝。对，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柔顺这件事情，在百乐门的21年，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柔顺、滑顺、圆润、丰富这4个经典的这个形容词，这么多个形容词放在一起，然后让它变成一支很平衡的酒，这有多难？因为我们以往都会认为说，我们陈年在橡木桶里面21年，那它应该是吃桶过重吧？对，但是在百乐门的21年当中，它完完全全把橡木桶的风格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这个酒瓶当中，所以我认为百乐门21年足以可以当成中高年份威士忌的代表风格，而且我觉得这句话可能还太看不起它了。百乐门21年足以可以代表苏格兰中高年份的威士忌。苏格兰吗？苏格兰，因为 Gordon Malfeil 他说过，
老子就是有钱，所以真的有讲过这句话吗？所以我要做出苏格兰最传统、最老派的威士忌。老子就是有钱，是我自己家的。百乐门的21年的话，我认为足以可以代表苏格兰老派传统威士忌的风格代表，所以百乐门21年是非常非常值得观众朋友去尝试。我给他打非常高的分数，应该在我频道当中绝对不可能听到这么高的分数。目前你打过最高是93分，这一款酒93.8，但是我通常在打一款酒的分数会品饮很多次，而且会分时间，大概会分49天，我才会打出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分数。749天，因为屁啦，有那么用功？不要在节目上面讲我细，又讲我屁，好不好？这3款酒各有千秋，别具风味，但是我个人是强烈推荐百乐门21年。另外2款酒呢，我觉得第一款酒12年可以喝的长长久久，快60度的酒精原酒，你可以加水喝，700ml的变成1500ml来喝，这样。这支酒你可以就是买来，然后就喝2种风味。它有没有就是加2滴水？它的风味真的是差异还蛮大的。对，15年的话它是属于比较中间调性。15年我也很喜欢。对，刚好介于中间调性，它是属于不管是X 轴的人也可以喝。Y 轴的人也可以喝，百乐门酒厂真的值得推荐，非常惊艳，在今天。百乐门真的来势汹汹，而且我们是直接在节目上去评饮，所以马上就可以感受到百乐门对我的冲击感。我觉得试过才知道，而且我李奥社长可以拍胸脯保证推荐，拍啊，是真的好喝，你拍啊。你这样有胸肌了是你快可以去百乐门实习了，笑死人！百乐门，我先去金门，我已经去过金门实习了，所以代表我绝对可以去百乐门。如果你看到尾声的话，就代表着一件事情，代表着你跟我们一样也喝醉了。那如果你要继续看我们脸消委的话，就上社群。你喝完了呢，很好喝啊。那收尾给你收，我继续喝我的。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聊社长频道，下次见，拜拜。